中国外交主动出手，击中了美国的软肋，美国战略布局呢遭到了巨大的冲击。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就怒斥拜登政府无能。欢迎来到张斌观察，我是张斌。咱们看这2023年这一开年啊，可以说是我们中国外交的一个转折年。我们选择了更加主动出手的这种外交形式。那当然，这也是我们现在国家利益的需求了。我们也要去构筑一些东西了，来构建一些对我们更有利的这一些秩序。你看，我们在中东地区最近搞的这个三方的会谈劝和这个工作啊，把伊朗和沙特的恩怨啊，创造了一个化解的一个条件，这个动作真是太大了。另外一个，我们在俄乌冲突上啊，明确的表达出了我们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这个立场啊，应该说我们提供了一个和平的框架。那这一系列的我们外交上的主动的出手呢，可以说对美国的影响是非常的大。特朗普时期的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呢，最近呢接受采访的时候就发表了他的一些观点哈。他认为这个中俄伊走近啊，现在已经形成了事实上的一个政治和军事上的同盟，这对美国来说这是难以承受的一件事情啊，这是美国遭到了巨大的冲击。而拜登政府是无能的，他干了美国战略方面最恐怖的事情，战略布局遭到了重大的冲击。第一，他指出啊，美国呀，这个拜登政府他一上来就去同时挑战中俄两个大国，这是一个巨大的战略失误，哪能这么干呢？你这是等于是把中国和俄罗斯逼到一块儿去了。第二一个呢，美国在中东的政策是错误的，在中东呢遭受了一连串的失败，从阿富汗问题，又看现在的这个沙特这个问题和伊朗问题，特别是这个沙特问题啊，这拜登政府啊坚持这个所谓意识形态为上哈，这是活生生的把沙特推向了中国这边。那么美国失去了中东之后，就失去了重要的战略支点。第三一个，在俄乌冲突上问题上呢，美国呢做的呢太过于激进啊。当然了，美国的利益是摆在第一位，去消耗俄罗斯这是没问题的。可是你这种做法呢，是把这个俄罗斯往中国那边去逼。总之啊，这博尔顿对拜登政府现在的各种外交政策和这个战略布局啊，进行了这个猛烈的抨击。咱们看他说的这些话哈，你仔细看看他说的这些内容啊，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几点。第一个，你说他说的这些吧，虽然是用词比较激烈，当然他要把拜登政府往下拼命的踩一踩了哈。可是呢，他也确实说出来的是事实，也真就是这么回事儿。那么第二呢，我们也可以看出啊，美国现在由于自身力量呢开始出现衰减的迹象之后啊，他表现出了不自信。特别是拜登政府上台这一段时间以来，过于的强调了这个美国的实力和所谓美国的霸权，特别是在军事方面过于有点这个耀武扬威，这其实呢是一种焦虑，是一种不自信，是对他美国全球霸权的一种担忧。第三呢，博尔顿现在来讲这个话，从他国内政治层面来看，这也是美国党争的一种表现。毕竟博尔顿他是共和党这一边的嘛，而且现在你看美国国内的政治已经看得很清楚了哈，很快会进入大选了。而现在这个政治议题呢，这个俄乌问题该如何解决，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议题。而且共和党和民主党各自的阵营也都站在那儿了，在这个问题上，双方可是会有一番党争争斗。第四啊，我们也可以看到，美国依然是这个霸权思维啊，是这个零和的这种逻辑，这是昂萨的本性。他说这个事实上已经把中国、俄罗斯和这个伊朗弄到一起啊，形成了一个事实上的政治军事同盟。其实哪是这么回事啊？我们还是奉行着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我们的根本原则不会像美国一样搞这个弄一帮人拉一帮人去打另一帮，搞这种帮派中对抗，这根本就不是我们的伦理，更不是我们做事的一个逻辑啊。因此通过这一段的事情我们来看啊，博尔登说出的这些事情确实是一些事实，它也反映出了美国正在出现的各种不自信和美国的焦虑。那从这种趋势，也就是说我们中国要抓好发展的这么一个趋势，我们应该呢为这个世界提供更多的有关于和平方面的这种战略性的框架和这种新的和平的秩序和模式。